啊，我们现在在布鲁塞尔，好地方啊！这个流浪汉啊、黑人啊，到处都是啊。其实布鲁塞尔现在是比法国还要好啊，种族大同，什么都有啊，阿拉伯人啊、黑人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但是这里呢要更加小心啊，不要引发别人犯罪啊。这里很多人都是坐在那里，就是等着你去诱惑他们。这样的老好了。今天我们吃的第一顿饭啊，在布鲁塞尔吃的第一顿饭啊，小龙虾一个，龙虾拼盘，海鲜饭，然后再加一个这个葡萄酒那个 mussel， 我叫不出来那个中文叫什么啊，极其好吃啊！这个龙虾跟欧洲的这个龙虾跟那个一般的这家人家啊，跟一般的龙虾不同啊，它是全是活的煮的，跟那个冰鲜啊，欧洲很多都是冰鲜嘛，冰鲜的龙虾是不一样的啊，味道极好吃啊！就是这家人家呢，叫 Lobster House 啊，专门吃龙虾的啊，它这里是活的龙虾啊，而且它的这个清口跟牡蛎嘛，清口就是牡蛎嘛，它这个清口跟这个Lyon是有不同的，这Lyon的那个清口呢，它这个壳呢是一样大的，肉小很多，肉小很多，然后呢，这里呢就是说它这个清口呢，它是肉很大的，所以它是这个品级不一样，所以味道真的是不同的，很好吃的啊。但是价格是挺贵的，我们2个人大概吃了100块钱欧元吧。哦，这家人家这个灯漂亮吗？你看这个灯漂亮吗？想得出来吧？是卖巧克力的啊，卖饼的，姜饼的啊。比利时这个巧克力是出名的啊，所以你来比利时呢，你买一些巧克力是，这里全部都是卖巧克力的，就是巧克力大街一样的啊。这个蛋吃下去，我也变成巧克力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巧克力老头，全是巧克力做的。啊，这条走廊你看，但这条走廊也很美啊。这是布鲁塞尔的麦卡龙啊，也是专门做巧克力的。但是我对巧克力我无所谓。我们来买2个麦卡龙尝一尝。因为这个机器我的店里面也有一个。对呀。我店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比它还要好一点。好多的巧克力。真的是最好吃的巧克力了，太美了啊！这个店真的实在太美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比利时巧克力店啊，什么东西都有，什么都有，诱人不诱人啊？入口即化，哎呀，真的是没有话说了。好了，我们走了，两个3块多啊！哎呀，贵啊，贵的我们的手都抖了，你知道吧？然后要刷牙齿再来吃了，准备。然后这个店很漂亮的，看见没有？都是小店，很多的小店啊，小人不是小店，我就说错了，专门卖帽子的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看头的，卖帽子的店啊，卖拐杖的店。我事隔了半年多又来了，我又回来了，对吧？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下雨的这一天，上一次来的时候也在下雨，现在又下雨了。哎呀，我真的是。所以啊，在这里要开这个极度干燥这个店啊，这个店不开在这里呢，能开在哪里呢？你看看啊，还有这个东西是他们的特色啊。普通话叫什么？华夫雷啊。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甜的，我建议你来吃一次啊。上一次来也是淋得一塌糊涂，我这个大相机全报废了，就在这里啊。这次来还是一样。法语叫 Grand Place。 现在趁这个时候啊，现在有可以走进去的参观的时候，我们赶紧走进去参观。现在这个时候还没关门啊，
我们先进去参观。那这个是市政大厅啊，市政大厅里面呢，看到没有啊？上一次我们没有真正看清啊，这个大广场啊，这个市政大厅的 City Hall 啊，这个市政大厅我们没有进来看啊。这个市政大厅的里面啊，市政大厅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走出来了，看这个是门把手美吧？门把手也是一种，哇，里面真的很美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博物馆。看看这个窗子里面，现在我们太晚了，进不进去了。但是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艺术品啊。比利时这个地方啊，你不要看它国家小啊，有大量的欧洲艺术品啊，都集中在这个比利时啊。这个就是市政大厅的内部啊，这个转廊啊，太漂亮了。比利时其实它这个宫殿是一点都不比这个差的。然后这个吊灯这个壁灯我也有，我有一个是跟它头子一样多的，美呀！而且这个地板也是的，把欧洲的这个艺术啊，就发挥到极致了。它这个繁琐的这个做工啊，长得像火车站不像火车站，但是它应该是一个 opera。这家的水晶灯，哎呦，好厉害啊！这家水晶灯漂亮啊！哦，这个水晶灯，哎呦，那让我来看一看，让我来看看。我就是看中他家的这个水晶灯了啊！这家饭店漂亮吧？2盏水晶灯啊，这个都是巨型水晶灯啊。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啊，我确实不知道啊，应该是布鲁塞尔歌剧院啊，应该是歌剧院啊，实在是很漂亮。今天因为是刚刚开着啊。我是觉得这个非常有气势啊，跟罗马的这个也是罗马歌剧院啊，跟罗马歌剧院有点像的。我们今天还要再去吃一家人家，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正在慢慢的徒步接近它，因为前面一顿吃的要消化一下，然后看看这家面包房的水晶灯，看看人家这个水晶灯。厉害不厉害而且人家这个顶高啊不是很高哦，顶高真的不是很高，这个水晶灯哦，这造的简直就是一个巨型水晶灯啊，说明豪华。比利时人喜欢这个，我知道，我认识很多比利时人啊，专门做这个蛋糕的这个蛋糕看上去也很好。写字楼也很漂亮，这栋写字楼好现代化啊。虽然说门口都是讨饭的但是这栋写字楼真的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对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吃这家阿玛迪欧这家这个烤肉店啊，我怎么看上去是泰国人的雕塑了？这个是专门吃肉的大肉有肉有酒有菜。这家店啊是专门就像吃自助餐一样的，你可以不停的吃这个牛排这个猪肋排，味道肯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无限量续猪肋排，就这么说吧。看见没有啊？这个大不大？无限续，你说我怎么续法？再弄个这么大的土豆这么大巨型土豆，对面还有一个色拉。我跟你说这家人家是吃了以后他会主动来给你加的，你知道吗？然后让你感觉呢，就是说这个猪肋排是吃不完的，吃了一半呢他又来给你加半块，吃一半又给你吃半块。哇天哪，这个感觉是爽啊！吃了一半他又再加半块香啊我越吃越起劲真的是就是吃了以后回去有点废掉了回去估计要爬回去，我叫计程车回去了味道是不错的，它不是传统的 BBQ 酱它是一种什么酱有点反正也有点甜的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酱做的味道是不错的这个是烤马铃薯，这么一个东西你吃下去，别说是这个肋排不要吃了，我这个吃完了以后我2顿饭都不要吃了，我觉得。当然这里是有巨多的大胃王
你看你这里的很多都是大胃王啊，特别是我这个隔壁的那个啊大胖小子，看到没有？哇，他已经加了5次了，我看啊，至少加了5次了，我太佩服他了。你看一下啊，这个土豆啊，比我的拳头还要大。然后你如果吃了这个土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肉排你也就吃不下了啊，你基本上就吃不下了。而且它烤的那味道还挺好吃的啊。这里所有东西都是大份的，包括这个啤酒啊，这个啤酒也不贵。如果你把这个啤酒喝了，在这个吃了，然后你这个排骨你就不用吃了啊。它是畅吃的嘛啊，然后它不停的在给你加，我吃到现在这个程度，它一会儿跑过来又再给你加一块啊，完全吃不下。然后它这里有好几种款式啊，它有一种 mix 的，就是有鸡胸肉啊、什么肉啊，一起的，还有肋排啊，你可以续的。但是我建议你就肋排就算了，因为肋排就吃不了了，这种鸡胸肉啊吃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好了。这个灯光呢烧得像红磨坊一样的，然后这个书架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纹呢也是算是中式的那种就是东方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大荟萃吧，就是大聚集吧。好了，我刚刚吃的差不多了。他又来了，他又来一块啊！我吃了，他已经给我加了3次了，好像啊。每一次来到这个大广场啊，你都是会觉得不虚此行的啊。就是说被他的这种夜晚的这种美景所震撼啊，所以说这个是不虚此行的。就是说，如果你来到比利时啊，布鲁塞尔大广场没来啊，就好比是就是没来过比利时一样的。开比利时了啊，所以我们临走之前啊，还要吃一顿里永啊，非常棒的啤酒，里永啤酒，灵光不灵光啊？因为我们昨天吃了这个牡蛎啊，是在另外一家那个龙虾公司吃的，龙虾店吃的，比这个法国的这个里永啊好的不知道多少了，它的肉很大很大。牡蛎，看我已经吃的已经是胖了一圈了，肚子胖了一圈了啊，所以呢这个清口呢是很棒的啊。来比利时不吃这个清口呢有点亏了。那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看一下这个在乡下吃的里永是不是也是那个清口是小小的清口，还是这个肉很大的清口。一般比利时的这个里永好像是现在比法国的来的好了，法国人比较小气啊，一看就是一种小气样，
对吧？连个清口肉都是跟海瓜子这个样子的。昨天吃了一顿清口呢，这个比利时这个清口呢，很大一块肉啊，壳是一样大的。你一个好比在吃海瓜子，一个是在吃一个大块的肉，你说区别大吧？啊，我也是没想到啊，这次法国人啊，这个清口是骗人的，用海瓜子代替清口了，现在啊，所以现在我们决定到乡下来再看一下，再来吃一下比利时的利用，看看这么一个乡下地方有很多人在吃啊。现在证明啊，看到没有？现在证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利用啊，它这个牡蛎就是里面的肉就很大的。上一次在巴黎吃到这个肉小的要命哦，肉变成海瓜子了，我真的气哦！不在比利时以外的这个地方吃这个利用，因为它这个利用是有区别的啊，是区别对待的，而且这个锅子也是大的一点。哎，看上去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是丢壳的，在巴黎吃到就是一塌糊涂，哎，真的是一塌糊涂。这个法国人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这个就是法国的尺寸啊，我也找到了一个小的啊，这个就是法国尺寸，好吧？这个就是比利时尺寸，看见没有啊？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啊，所以你要知道啊，不要在法国吃了。这个利用的质量是有所下降的，我觉得啊，确实啊，其他的地方吃的也不见得差过它了现在，所以你们不一定要吃这家人家的。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啊，觉得吃了这一个餐馆啊，就觉得很贵的，又贵又那个，都是留学生嘛，又穷，对吧？来吃一个东西就觉得很不得了了。现在你看，哎呀，质量也有所下降。哎呦，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啊，比利时的不一样啊，法国的没有这种东西的。你看，这个里面培根有多少啊？看到没有啊？里面培根有多少啊？然后有蘑菇、培根，然后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然后这个牡蛎啊，就清口啊，清口的肉又都很大很大，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挺大的，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吃啊。但是你到巴黎去啊，我劝你就千万不要去吃了，你这在比利时吃这家人家就好了，汤啊什么的都很鲜，这锅子都很热。然后你看它原来的是这样设计的，人比人呀，气死人啊！法国这个烂地方，对吧？我们单单吃这个牡蛎其实就要吃饱了啊！不是清口，我又要说错了，清口啊，就单单吃这个东西就要吃饱了，很多很多，量其实是很大的，里面肉很多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是物有所值啊。10几年前啊，我就是那个时候吃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贵呀。啊，在上海买对吧？我们叫做蛋菜这2块5毛一斤，我跑到法国来啊，一吃要16、17块钱欧元一份啊。但是呢，就是说它10几年以后呢，它现在才25块到28块，它其实涨的是小过这个通货膨胀率的。我已经回到法国了。我从马略卡岛啊，就是一直就是回到巴黎了。回到巴黎呢，这2天啊，我没想到巴黎有好几个网友约我见面嘛，然后这2天之前跟他们见面，然后玩了2天。那么我想反正现在我还有几天时间，我是要回那个香港了嘛。那么剩下几天时间，我正好时间很多嘛，我想那我就出去玩一玩啊。所以现在决定，我今天要开到瑞士去玩啊。今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其实不是就一直啊，这两天一直是下雨啊，多云，对吧？但是呢，今天还算不错啊。虽然是阴天啊，你看这个欧洲法国一直都是阴天啊。就是说到了这个冬天啊，秋天、冬天，这个时候啊，夏天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啊，就是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阴天好多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这个法国这个朝北这个地方，就是说不太舒服的地方。但是这2天天气啊，就都不热不冷了啊，很多人啊在这里就是
在这里已经开始出来就是踏青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很好，所以我决定就到我开到瑞士去看看。开的这辆小破雷诺啊，这辆雷诺这个车啊，借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但是手动挡，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你会开手动挡的话呢，那无所谓啊。对我来说，这个小车就够了，反正我一个人嘛，小车就够了，开玩玩啊。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是中国来的呢，我是强烈不建议你开手动挡的，因为在欧洲本来这个交通规则就极其复杂了啊，你再开一个手动挡，那真的是找死了啊。有时候特别有时候碰到这个出去玩的时候，碰到这个山上这个斜坡啊，斜坡陡得要命，对吧？你还得拉手刹，然后放E档，难度挺大的。如果自动挡嘛就没有那么难了，对吧？但是这次我实在没办法，车租不到嘛，那就算了啊。手动挡开就手动挡开了，我开了大概500-600公里，差不多也要70块钱欧元的油啊，所以我觉得是挺耗油的。其实并不见得就是说很经济实惠。小车不代表它经济实惠啊，然后那个电车不代表它真的是节能减排啊。所以说啊，不能买电车啊，电车买的真的是很不合算的。我现在发现啊，因为电车你知道吗？他们这里有很多充电桩嘛，充一充40块钱，对吧？如果是小车啊，像丰田这种小车，它又很省油的，加油也才是40块钱。它充电完全就是它的里程啊，跑不到你到加油的里程，所以这个全都是骗人的。我就觉得。你说你是那个混合动力的，那还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它也是加油的，说白了也是加油的，它只是把你这刹车的一些动力啊给你储存起来了，会好一点。但是你说你要开电车，现在欧洲是这样的，电车特别多，而且特别便宜，在租车公司呢就就是开这个电车是真便宜，但是你一开出去，如果你在城市里面跑，对吧？那稍微好一点啊。一旦跑出什么高速公路啊，你也知道欧洲很大的嘛，你跑来跑去，一跑嘛就是100-200公里，你一跑出去呢，你就要想着到哪里去充电了。充一充电呢，跟油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你还得等，对吧？有时候还得排队，所以呢这个全都是骗局，我觉得啊，什么你充一次电40块钱，35块钱那个欧元啊。那我跟我加一次油还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千万不要买电车。现在电车在欧洲借都借不出去，油车借的比电车还贵。实用性上面来讲，你油一加就开走了，对吧？电车真的不能借。你看这个租车公司你就知道了，他们现在这个电车啊，出租率就是说出租啊就很便宜的，没有人要用电车啊。到现在如果你还在想着这个电车有多好，我劝你啊，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除非有新一代的电池出来啊，我们不说它生产有多么的污染啊什么的，那反正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污染这个电池怎么弄的。但是我只说一句，就是说我实用性上面来说真是差啊，真是差。公里还有200多公里就到了。进入瑞士了，你看这景色多美啊！进入瑞士之前啊，这景色就很美了，真的。每一次来瑞士啊，我觉得每一次来瑞士，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人间仙境啊！如果哪一天有幸啊，能够移居瑞士的话啊，那这比任何地方都舒服都好。但是就问题在于你钱够不够多啊？如果你有钱的话啊，在瑞士这日子可是真好过。这个小镇啊是在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的那种老的建筑啊，古建筑。这个是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山里面。我呢已经很久都没有来这种地方了，机会啊不太多。不可能一直来瑞士，所以我这次想呢，
到瑞士来闲逛一下，来逛一下，因为瑞士的景色实在是很美。其实也不是因为要拍片子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景色在其他的地方有时候是看不到，就像仙境一样。我是从巴黎开到这个瑞士的这条路啊，到了瑞士这里呢，就是走小路了啊。它如果是你早上一早就来，我是中午出发的。早上一早来呢，这个现在大概是下午左右啊，下午的时候啊，这个景色是非常非常棒。我现在呢已经有点晚了，已经是到傍晚，不然的话呢，一定要上去看一下这个城堡。阿尔卑斯山呢，就基本上是整个欧洲最美的山脉群啊，这里整一块都是阿尔卑斯山，不是说一个阿尔卑斯山啊，它是一个山脉群啊，非常非常大的。好了，今天晚上我开到这个Interlaken 了。这个城市啊非常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名牌，没有一个东西是小名牌。我觉得啊，很漂亮的这一条橱窗，我已经来得晚了，店门都关了，明天可以再来看。但是呢，现在人比较少，白天人太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橱窗吧，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呢，我曾经来过，大概来过3次吧。啊，这里是专门卖表的，很多表在这里。Mont Blanc 的表，这个都是比较便宜的呢。我觉得啊，我订的这次我订的这个宾馆也很便宜啊，在瑞士啊，你如果要订好一点的宾馆，都是160到200多。甚至到300多一晚上的欧元啊，我说的是欧元。浪琴的手表，各种各样的手表吧，这里全部都是买手表的。像这种啊，如果是在晚上半夜3更，他还没有把货品拆了，这个是很少见的。这里就足以说明这里很安全啊，很安全，没有什么小偷啊、强盗啊这种。而且晚上呢，有不少人，不少老外在外面走，也有中国人在这里逛街啊，就无非就是出来走走，吃完饭吧，走走，看了个橱窗。哦，这件衣服Moncler的这件羽绒服啊，800多块钱。然后这里有专门买这个Moncler的衣服的，这一件大概多少钱？我看一下，855，这件背心是855。晚上走来走去的人挺多的，他那个饭店呢到现在也没关门，现在已经是9点多了。而且瑞士呢，它是真的有警察关卡的，我看到了，有警察关卡的，进来的时候它是要进关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还可以。进这个瑞士国境的时候，它是要查的啊。我是没被查，但是我看到有车停下来被查的。所以说。瑞士它可能管得还是比较严的。还有一个主要的是，它不是说没什么人，它是说这个是旅游点，但是呢很安全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不错啊。旅游点这个是 Interlaken 啊，是著名旅游点啊。这里是少女峰，这 Interlaken 是少女峰的下面。如果你看一个地图。这个 Interlaken 的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湖中间的一个城市啊 ，Inter 嘛，在两个 lake 中间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很漂亮的，而这两个湖呢，都是雪山上那个水呀流下来的，啊，这个地方我是很喜欢的，瑞士有很多这种湖啊。
多的小橱窗很有意思，有很多的这个小橱窗里面的装饰，这个它是瑞士的木雕啊，用木头刻出来的这个老宾馆啊，变成老柜子，你看，虽然说它不是很好的，它这个东西啊，这个写字台，你看多有特色，这个椅子也很棒，真的是一个老宾馆。这个洗澡的把手跟别人的不一样，这个把手对吧？它是六角形的啊，不是圆的。以前那个我们看到的都是圆的，你知道吗？圆的人家拉不住嘛，它这个就特地把它设计成这种六角形的。然后虽然是老宾馆啊，这个装修这种厕所的质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包括这个门把，你看都是铜的，看到没有？门把都是铜的，擦的锃亮的，看到没有？这个门把真的是所谓的擦的锃亮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所有东西都擦的锃亮的？所以它这里的就是说，它这服务其实是做的很到位的啊。你看细节，你看这个宾馆干不干净，你知道？你看这个龙头多干净啊！